今年以来，波音公司各种事故层出不穷，让外界对昔日航空巨头的安全性信心大减。本月7号，波音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刚就2起波音737 MAX 型客机致命空难达成认罪协议。10号，波音客机又出事了。当天，美国航空公司一架从佛罗里达州飞往亚利桑那州的波音737-800型客机在跑道上滑行时爆胎，起落架附近冒出大量烟雾并起火。 事发时，这架飞机上有17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然而，这起爆胎事件并非波音客机第一次发生轮胎事故。从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从今年1月至今，全球各大航司的波音客机已发生至少4起类似事故。本月8号。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57客机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后，飞机上的一个轮胎脱落。United 1001, we were just told a tire came off your aircraft. Okay, stand by. 今年3月，美联航一架飞往日本大阪的波音777-200型客机从美国旧金山起飞时发生轮胎脱落事故，机场员工停车场的几辆汽车被砸坏。今年1月。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57型客机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准备起飞时，滑行期间起落架一个轮子突然脱落，滚出了跑道。出问题的除了轮胎，还有氧气面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8号表示，由于乘客氧气面罩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失灵，该机构要求对2600架波音737飞机进行检查。 管理局称，该机构收到多份报告，称相关机型出现了乘客服务组件氧气发生器位移的问题。美国波音公司7号宣布，已与美国联邦司法部就2起波音737 MAX 型客机致命空难原则上达成认罪协议。波音承认对联邦监管机构有欺诈行为，接受第2笔罚款，以及承诺向合规与安全项目投入数亿美元，由法院裁定向空难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的具体金额。 据悉，波音认罪可避免出庭受审以及更重判罚。受害者家属对此很不满，将要求法院驳回认罪协议，认为这等同于姑息波音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If it wasn't Boeing, if it was a human being that had committed a fraud that had led to the deaths of 346 people, would we be having this discussion? No, of course not. There's no way that a deal like this would be given to an individual. But because it's Boeing, apparently rules don't appl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acting just like Boeing. They're moving the case along, stamping it and getting out of the way, not with the good quality, not with holding accountability, not with actually pursuing justice. And that's how Boeing produces planes. They just stamp them down the line, get them out of the way, and then they have dangerous new planes in the air. 接受这份认罪协议，波音公司就有了案底。作为美国政府最大国防和航天业务承包商之一，波音今后承接政府采购合同可能会受到更严格审核。不过，路透社指出，接受认罪协议也可让波音避免在冗长庭审过程中暴露更多招人诟病的问题。如果官司就此了结，波音就能推进下一步商业计划，包括收购其关键供应商。Surprised that Boeing accepted the plea deal. It's what we're calling a sweetheart deal for the Boeing company. The fine is minimal. The terms of the monitor selection are favorable. Boeing has input into the selection of the monitor. And it's a 3-year probation process. 波音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个月，该公司仅卖出14架新飞机，其中大部分是货运飞机。相较于去年6月304架的销量，减少了9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波音公司的总订单达到156架，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0%。一面对于刑事指控认罪，另一面，波音公司又屡次发生安全事故和险情，让公众很难重拾信任。 在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发生2起致命空难后，美国调查记者彼得·罗比森在《盲飞》一书中分析说，是波音的底层文化出了问题，对短期利润的追逐取代了精益求精的工程师文化。In your book, you talked about the crashes exposed the rotted culture of an iconic American company. Is that what happened? The culture rotted at Boeing? That's pretty much directly from the words of Boeing's employees.
It's systemic, it's culture. Senior leadership had its eye on stock price, had its eye on share buybacks, and weren't listening to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两起空难发生后，美国媒体曾指出，为了争夺市场、压缩成本，波音仓促上马新机型。调查显示，737 MAX 客机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是造成坠机的一大因素。另外，波音公司将业务层层外包，更看重利益而非安全。好了，近期呢 ，China Travel 火车圈，中国各地外国人身影明显多了起来。来中国旅游必不可少的行程就是去看熊猫。有外国游客来到四川成都，不仅被大熊猫硬控，还学起了四川方言。So cool to see him climb the tree. That was really cool. Since 2000 in China has been amazing. It's beautiful. It's, how do you say, bus? Reall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ke dan noodles. 在陕西秦岭大熊猫扶贫救护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全运在树枝上全脚并用，使出浑身解数，来了一场高难度的雨中树上蹦迪。哎呀，可惜一个手滑没抓住，从树上360度旋转落体，直接给熊孩子摔懵了。近日，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大熊猫萌萌惨死，当妈后的萌萌请粉丝们免费吃猪脚姜。网友点评：这就很广东啊！在北京，大熊猫萌兰展现出马术方面的惊人天赋，不仅倒骑小木马，还接连做出各种酷炫马术动作，魅力四射。还有一个突然懂事的熊孩子，突然给妈妈按摩献殷勤，网友调侃：一定是兜里的零花钱不够了。近日，福宝的韩方饲养员江哲远来到四川看望福宝，久违的同框让人感动。虽然福宝一眼就认出了江爷爷，但他就像一个生气的小女孩，和爷爷闹起了别扭，躲在山洞里没有奔向爷爷。好在第二天福宝就消气儿了，在江爷爷的一声声呼唤中奔向了爷爷。在有限的见面时间中，福宝一直在爷爷面前走来走去，还爬上假山给爷爷展示自己的木爬架。很快到了分别的时间，江爷爷一次次告诉福宝自己马上要离开了，但会再来看福宝的，还嘱咐福宝要多吃饭，玩得开心，并告诉福宝自己很爱他。